旅居吉隆坡的开销高吗？这个问题要看个人哦，毕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还有消费习惯都不一样，而且目前全球通货膨胀高居不下，全世界的食品价格都不断的在上涨，而且不只是食品价格哦，连物价都在急速上升。那这些全世界通货膨胀的情况对旅居的朋友影响大吗？我现在在吉隆坡，每个月的基本开销多少才算足够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在我之前的影片就已经分享过，在吉隆坡的食品价格还有物价都已经涨价了不少。但国际咨询公司美世在2022年外派生活成本调查中，吉隆坡在各大城市里却只排到第181名，比泰国曼谷、印尼雅加达还有越南河内都要低上许多。这样听起来在吉隆坡生活好像挺便宜的，对吧？那我在这里住了2个多月，我每个月的平均基本开销又是多少呢？首先，这是我在吉隆坡1个月的基本消费。到目前为止，最大的开销就是房贷。我们10多年前在吉隆坡置产，当时的房价当然比现在便宜许多许多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还算是非常幸运的。我们没有小孩，以目前的生活成本来看，算是蛮高的。假如你是一个人在吉隆坡租房，1个月花上大概800零吉，就能在郊区租到一间 apartment。如果比较靠近市中心，就大概要1200到1300零吉左右。若是2个人同住或是一个家庭，1个月的租金也大概在1500到2000零吉左右。饮食方面的话，我一般都在吉隆坡街边的 hawker store 或是 kopitiam 解决。最一般的平价料理，一份大约10零吉左右。假如是夜市的摊档，就更便宜一些，每道菜的价格大约在5到7零吉左右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Bukit Bintang 那一带工作，那里的饮食会比较贵一些。每日每个人的午餐和晚餐的费用大概会花上30零吉左右。如果再加上咖啡和点心呢，那每日的外食费用就会拉高到50零吉左右，这样会比较充裕一些。当然，这个数字会按每个人饮食习惯的不同，有上下调整的空间哦。还有的就是社交餐费，聚餐风气在马来西亚非常的普遍。一般和朋友聚餐，通常都不会吃得太寒酸。通常和朋友聚餐的消费，一个人1顿饭大约会花上50到100零吉左右。但我个人比较宅，不工作的话，我一般都宅在家里。和朋友聚餐可能就2个星期1次或1个月1次，所以在这方面的消费其实并不多。接下来就是交通费，我不开车，一般就使用地铁。我个人觉得自驾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塞车和找停车位的问题。吉隆坡真的非常塞车，好像去到哪里总会遇上塞车的情况。而马来西亚有个特点，就是对于公民的交通福利非常的好，1个月就只需要付50零吉，就能通用所有的地铁和巴士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的交通费就是50零吉。大马的油价其实非常的便宜，而且吉隆坡大部分的居民都开车通勤。如果你想在这里开车的话，1个月的加油费抓个500零吉就非常够用了。总体来说，如果在吉隆坡租房，每个月的基本开销大约在3000到3500零吉左右。我个人觉得，一个人想在吉隆坡过得不错，每月花上3500零吉就应该绰绰有余了。当然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个人保险、个人储蓄还有投资上的金流哦。毕竟每个人选择的医疗保险配套、个人储蓄还有投资方案都不一样，所以以上我所说的都是每个月最基本的开销而已。的确，吉隆坡的生活成本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，这里一般普通人的消费确实便宜，毕竟薪水是以外币兑换马币。以我本人的案例来看，我个人觉得对比荷兰，在这里消费会更轻松一些。但是如果以当地人民的角度来计算，在这里的生活成本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。所以有意来吉隆坡生活的朋友，还是要自己衡量一下自身的情况哦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虽然吉隆坡仍然是一个有成长空间的城市，
未来很可能会吸引越来越多外国人进驻。但对于在吉隆坡这个大都市里生活，你们有何感想呢？你们每日的消费又是多少呢？有没有什么省钱的妙招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对荷兰生活成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。我是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